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堪称经典的书籍《文心》。这本书由夏勉尊和叶圣陶两位文学大家合著而成，它宛如一座灯塔，在文学与写作的浩瀚海洋中，为无数读者指引着方向。这本书的价值难以估量，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写作技巧的工具书，更是一部能深入我们内心，塑造我们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的宝典。它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，能够开启我们内心深处对文字、对表达、对生活感悟的宝藏之门。对于每一位渴望提升写作能力，想要在文学之路上有所建树，或者仅仅是想更好地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人来说，文心都可能会带来脱胎换骨般的变化。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关于鲁迅先生的小故事。鲁迅先生大家都熟知，他的文字犀利深刻，振聋发聩。但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在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涯中，他也曾经历过一段迷茫期。那时候，他虽然有满腔的抱负和想法，却常常感觉无法用文字准确地表达出来。就在他苦苦思索如何突破这个瓶颈的时候，他接触到了类似文心中所阐述的写作理念。他开始注重对生活的观察，注重文字的锤炼和情感的融入。就像书中所说，作文是生活，而不是生活的点缀。鲁迅先生将写作融入到生活之中，从生活中汲取灵感，将自己对社会的观察、对人性的思考通过文字生动地展现出来，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看到的那些震撼人心的作品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文心所蕴含的理念具有改变写作命运的力量，它能让我们像鲁迅先生一样，在文字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让文心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呢？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起深入这本书的核心内容。1. 写作与生活的关系。文心开篇就向我们阐述了写作与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它告诉我们，写作不是脱离生活而存在的空中楼阁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是我们对生活感悟的提炼和表达。从本质上来说，生活是创作的源泉。我们每天所经历的事情、看到的景象、遇到的人，都会在我们的内心留下痕迹。这些痕迹就是写作的素材。当我们用心去感受生活时，我们会发现，每一个瞬间都蕴含着无数的故事和情感。比如，当我们走在街头，看到一位老人在寒风中卖艺，我们内心会涌起各种情感，可能是同情，可能是敬佩，也可能是对生活艰辛的感慨。这些情感和由此引发的思考，就是我们可以写进文章里的内容。书中提到，生活犹如泉源，文章犹如溪流，泉源丰盈，溪流自然活泼泼的昼夜不息，这就形象地说明了生活与写作之间的因果关系。生活是基础，是根本，只有生活丰富了，我们的写作才能有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。那么，我们如何将生活与写作更好地结合起来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学会观察生活。观察不仅仅是用眼睛看，更要用耳朵听，用心去感受。比如，在家庭聚会中，我们不要只是参与其中，还要留意家人们的表情、动作、话语，以及这些背后所蕴含的情感。当我们把这些观察到的细节写进文章里，文章就会变得生动而真实。其次，我们要善于记录生活中的点滴，可以是写日记，把每天发生的有趣的事情、自己的感悟记录下来，也可以是随时用手机备忘录记录下一些灵感闪现的瞬间。当我们把这些记录下来的内容作为写作素材时，我们会发现，写作变得轻松而自然。这种将写作与生活相结合的方法，能让我们写出更接地气、更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文章。因为我们的文章不再是空洞的词藻堆砌，而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真实的情感。就像书中所说，我们最当自戒的就是生活融没在虚空之中，内心与外界很少发生关系。当我们真正做到让写作源于生活，我们就能避免这种虚空的状态，让我们的文字充满生命力。2. 阅读与写作的相互促进。在文心中，阅读和写作被看作是一对亲密无间的伙伴。阅读是输入，是吸收；写作是输出，是表达。两者相互促进，共同发展。阅读是写作的基础。通过阅读，我们可以学习到不同的写作风格、表达方式和结构安排。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像一位良师益友，他们向我们展示着文字的魅力和无限可能。当我们阅读经典作品时，我们会被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所折服，同时也会潜移默化地学习到他们的写作方法。书中提到，阅读和写作是一件事的两面，这意味着阅读和写作是密不可分的。阅读时，我们是在与作者进行心灵的对话，我们吸收着作者的思想和情感；而写作时，我们则是将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文字展现出来，与读者进行交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阅读为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，而写作则是对阅读的深化和拓展。为了实现阅读与写作的相互促进，我们可以采用以下方法。首先，要选择优秀的文学作品进行阅读。无论是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，还是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，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阅读对象。
在阅读过程中，我们要用心去体会作者的情感，思考作者的表达方式。比如，当我们阅读《红楼梦》时，我们可以学习曹雪芹对人物细腻的刻画，对场景生动的描写，以及对人性深刻的洞察。其次，在阅读后，我们可以尝试写读后感。读后感不是简单的复述书中的内容，而是要结合自己的思考和感悟。我们可以分析书中的人物形象、主题思想，也可以谈谈自己对书中某个观点的看法。通过写读后感，我们可以将阅读中学到的写作技巧运用到实践中，同时也能加深对作品的理解。这种阅读与写作相互促进的方法，能极大地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。因为我们在阅读中积累的素材、学习的技巧，都会在写作中得以体现。同时，写作也会促使我们更深入地阅读，让我们从作品中汲取更多的营养。就像书中所说，阅读是写作的基础，写作是阅读的运用。当我们真正做到阅读与写作的良性互动，我们的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都会得到显著提升。3. 语言的融入与表达。文心强调，写作不仅仅是文字的组合，更是情感的传递。一篇好的文章，必然是充满了真挚的情感，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。情感是文章的灵魂，没有情感的文章，就像没有灵魂的躯壳，苍白无力。情感是连接作者和读者的桥梁。当作者在文章中融入自己的情感时，读者能够通过文字感受到作者的心跳和温度，从而产生共鸣。书中提到，作文不是生活的点缀，而是生活的必须。对于一个人是这样的，对于人类有关系的许多事情，都有这样的这里的必须，不仅仅是指表达思想的需要，更是表达情感的需要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喜怒哀乐，有爱恨情仇，这些情感都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，而写作就是一种重要的表达途径。要在一篇文章中融入情感，我们首先要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，不要害怕暴露自己的脆弱、悲伤或者愤怒等负面情绪，因为这些也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。比如，当我们写一篇关于亲情的文章时，我们可以回忆与亲人相处的点点滴滴，回忆那些让我们感动、难过或者幸福的瞬间，然后将这种情感通过文字表达出来。其次，我们可以运用一些修辞手法来增强情感的表达，比如使用排比可以增强情感的气势，使用比喻可以让情感更加形象生动，使用拟人可以赋予事物情感，使文章更加富有感染力。融入情感的文章能够深深地打动读者，因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感受到作者的情感波动，会与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。这种共鸣会让读者对文章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也会让文章更具价值。就像书中所说，作文是情感的载体，情感的融入使文章有了生命。当我们学会在写作中表达情感，我们的文章就会像有了生命一样，绽放出绚丽的光彩。4. 写作技巧的锤炼。虽然文心强调写作与生活、情感等方面的联系，但也不忽视写作技巧的重要性。写作技巧就像是建筑房屋的砖瓦，是构建文章的基本元素。写作技巧包括遣词造句、谋篇布局等多个方面。恰当的词语选择、优美的句子结构，合理的文章结构安排，都是构成一篇优秀文章的重要因素。不同的写作技巧可以传达出不同的效果，比如长短句的结合可以产生节奏感，倒叙的写作手法可以制造悬念。书中提到，技巧是表达内容的形式，恰当的技巧能使内容更加完美的呈现，这就说明了写作技巧与内容之间的关系。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，优秀的写作技巧能够更好地展现内容，使文章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。在运用写作技巧时，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。首先，要根据文章的主题和情感基调选择合适的技巧。比如，如果是一篇抒情散文，我们可以运用一些优美的词汇和流畅的句式来营造出诗意的氛围。如果是一篇议论文，我们则需要注重逻辑推理和论证过程，使用严谨的词语和结构。其次，要不断练习和尝试不同的写作技巧。我们可以模仿经典作品中的写作手法，然后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。通过练习，我们可以提高对写作技巧的运用能力，使文章更加精致。掌握写作技巧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，它能使我们的文章更加规范，更加吸引人。当我们熟练地运用各种写作技巧时，我们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，让文章更具可读性。就像书中所说，技巧的锤炼是写作之路上的必修课，它能让我们的文章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。当我们注重写作技巧的锤炼，我们的写作水平将更上一层楼。5. 修改与完善。文心告诉我们，写作是一个不断修改和完善的过程，没有一蹴而就的好文章，好文章都是经过反复修改出来的。文章在初稿完成后，往往会存在各种问题，可能是语句不通顺，可能是逻辑不清晰，也可能是情感表达不到位。修改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。通过修改，我们可以对文章进行优化，使文章更加完美。书中提到，文章是改出来的这句话强调了修改在写作中的重要性。修改不仅仅是对文字的简单修正，更是对文章整体的审视和调整。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去检查文章，包括内容、
结构、语言等方面。在修改文章时，我们可以采用以下方法。首先，要通读全文，检查语句是否通顺，逻辑是否清晰，可以从读者的角度去思考，看看文章是否存在让人困惑的地方。其次，要注意词语的选用，看看是否有更恰当的词语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思，比如某个形容词是否准确，某个动词是否生动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请他人帮忙阅读文章，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。他人的视角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，帮助我们发现文章中自己未曾注意到的问题。修改文章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，经过修改的文章会更加精致，更加完善，它能够更好地传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，更容易得到读者的认可。就像书中所说，好文章是反复修改的结果，每一次修改都是一次提升。当我们重视修改与完善，我们的文章质量将得到显著提高。文心这本书就像一位智慧的长者，他向我们传授着写作的精髓和生活的智慧。他教会我们如何将写作与生活紧密相连，如何在阅读中汲取营养，如何在文章中融入情感，如何锤炼写作技巧，以及如何修改完善文章。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所阐述的这些核心理念和习惯，更在于它能引导我们走向一条充满魅力的写作之路。它让我们明白，写作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，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掌握的艺术。我呼吁大家，行动起来吧！去阅读文心，去践行书中的习惯，让这本书成为你写作之路上的指南针，指引你走向更广阔的文学天地。相信我，当你认真阅读并实践书中的内容后，你会发现，你的写作水平会有一个质的飞跃，你对生活的感悟也会更加深刻。记住，生活即作文，作文即生活，让我们用文心来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。不要犹豫，不要迟疑，现在就开始你的阅读之旅吧。相信我，你一定会被文心的魅力所折服，你的生活也会因为这本书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加油！